现在呢，当然我们来到了，哇，来到西藏，永远一定想要留下来一张照片，布达拉宫。转山转水转经轮转什么都好，只为了来到与你相见的布达拉宫哦。不管今天的布达拉宫，不管今天布达拉宫所处的位置是否已经慢慢的商业化了，但我想西藏人民当中的圣地就是布达拉宫，坐落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区西北1万的马布日山昂刷啊，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宫堡式的建筑。最初是由吐蕃王朝赞普松赞干布所兴建的，建在17世纪。重建之后呢，这里所在变成历代达赖喇嘛的东宫居所，并且呢，为了这一个西藏的政教合一，留下了统一中心。整座宫殿呢，具有鲜明的藏族风格。我刚刚说过的，无论你今天来到了西藏，你觉得拉萨是否变得比较商业化，但是布达拉宫永远都是所有西藏人民当中必来的一个景点之一啊，也一定要来朝圣的一个地方，而且呢，也是历代达赖喇嘛他们的政教合一的统治中心哦，这是非常重要的哦。所以来到这个地方，盖在这一个山上呢，布达拉宫大小房屋呢，总共有1000间哦。但是呢，在最早的时候，我们必须呢把布达拉宫的历史稍微讲一下啦。布达拉翻译成呢普陀洛迦，就是梵文啊，普陀拉嘎啊。这个呢意思呢，记的布达拉意思讲的呢，就是佛教圣地。但西元7世纪的时阵呢，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定都的拉萨啊，建立起强大的吐蕃政权啊。大家还记得吗？果拉哦，果拉是转圈，对不对？转圈就是这个样子哦，一路朝拜上去。但是现在这个人做的呢，已经不是转圈了他是呢一路呢3步一拜啊，一路呢朝拜的进入了哪里？布达拉宫啊，他手上拿的这个不是板擦哈。他们一生呢，愿望呢就是这样子呢，一路呢拜到了他们心目中的神圣地方哦，宗教圣地布达拉宫哦，所以呢，伊安尼一路拜吼，伊今仔若要用这个护手的吼，这皮怎嘛包破哦，佮包括
这个卡塔夫你甲看加几步吼，来甲算1步、2步、3步，有无？几落来吼，要行到民国几年啊吼。那布达拉宫呢？我刚刚有讲啊，稍微介绍了一下，这里也是尼泊尔塔库里王朝跟中原唐王朝联姻迎娶史尊公主跟文成公主在马布日山修建的宫殿，就是这个地方啊。因为松赞干布呢，把观世音菩萨呢，他们又称为世间的自在佛，作为自己的本尊佛，所以的有佛经呢，当中菩萨的驻地布达拉来给宫殿命名，所以就把它称为叫做布达拉宫哦。当时的布达拉宫大小的房间总共1000间，但是呢，在赤松德赞统治时期呢，遭遇了这个雷火的烧灭打雷烧掉一样。后来吐鲁番王朝灭亡了后，宫殿几乎全部被毁，只留下了2座的佛堂幸免于战火。随着西藏的政治中心呢迁移至了萨迦，布达拉呢也一直处于破败当中。1642年的时候呢，五世达赖喇嘛呢建立了什么噶丹毗藏政权，拉萨又再度成为了青藏高原的政治中心。所以，当16世纪的时候呢，重建了布达拉宫。了后呢，3当了后呢，完工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地方就是白宫白色的。然后之后呢，五世达赖喇嘛入住宫中，从这个时候起，从当时1653年起，所有历代达赖喇嘛都居住在这个地方。重大宗教、政治仪式呢，马龙大们家古班布达拉宫从此成为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中心。之后呢，哇，你看爬成这样子，要爬上去了，还没上去，奇怪，怎么脚忽然间软了一下那之后呢，又修建了红宫在红宫修建的时候呢，除了本地的工匠之外呢，东协清朝政府跟尼泊尔政府呢，也都有派出了工丁书来参加每一工施工者呢，有7000几人大工丁整个布达拉宫到1693年基本上完工，历时了48当的时间，耗费了非常多的人力跟财力，来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布达拉宫当然呢，它经过了多次的翻建整修才有今日的规模从此以后呢，布达拉宫就不再只是政治活动的场所了，而是留下了还有一个什么宗教的功能，所以叫做政教合一的地方它沿着这个山呢堆叠而起呢，工程几乎占据了整座山峰主楼那你再看到117米它这个外墙用了很大块的花岗石来把它建筑起来厚度2至5米所以你也在看了布达拉宫看很多的那个白白的地方呢，那个都是大块的花岗石那这个建筑上面呢非常厉害红宫居中，东连白宫，西接闸下三者相互贯通，浑然成为一体这个就是藏传佛教除了它的特色之外也是呢它的非常大的重点看到红色就叫红宫啦看到黄色呢当然就叫白宫啦这就是布达拉宫我们来欣赏一下布达拉宫美丽的景色
除了可以看到很多藏传佛教的色彩之外呢，你也看到这个唐卡啊。松赞干布时期兴起的一种新兴艺术绘画的画布啊哈，这个艺术画啊，用那个彩缎裱框形成的卷轴，鲜明的民族特色啊，叫做唐卡啊，被藏族人民视为珍宝。我们在这里面很多的地方看到都是唐卡的样子哦，但是它并不一定是唐卡，它就是绣在这个墙壁上哦，唐卡的样子哦。唐卡是藏族文化当中一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形成哦，题材的内容呢，看到的几乎都是藏族的历史、政治、文化、生活等哦。那很多在画布跟纸上啊，藏族民族的百科全书一样哈，都从唐卡可以看得到藏族人民的生活方式。那呢，有的呢，请喇嘛念经加持，在背后呢，盖上喇嘛的金枝、朱砂手印等等哦。所以唐卡，鬼爷哦，库拉碗空、山水人物、花卉，都是唐卡它主要的形成的方式。我们现在看到是红宫也就是呢，布达拉宫的主宫哦。所以呢，在鬼爷谁中呢，有太多哦，包括什么酥油花为什么要喝酥油花？因为为了解腻哈，他们长期在高原上还有吃肉的情况啊，所以来到布达拉宫哦，哇，真的一下子又讲不完了嘞，因为呢，它有很多值得探究神秘的地方哦。所以我刚刚说了嘛，转山转水转佛塔，只为了来到布达拉宫呢，与它相见一番啊。这里是我觉得世界上海拔最高及宫殿，不是我觉得，事实上也是啦哈。及宫殿、城堡、寺院于一身的布达拉宫，纯净又耀眼，不管它有没有经过了商业的这种洗礼啊，但是来到这里呢，你永远会觉得很紧凑，1个小时啊。因为西藏的行程呢当中呢，有太多要看的哈，高海拔、中海拔等等哦，美丽的青藏高原，甚至有时候你坐到火车等等哦，所以呢有看不完的地方哦，看不完的点哦。纯净耀眼的西藏象征，布达拉宫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寺庙，它是宫殿，甚至呢是镇住魔女心脏的关键。哇哦，天哪啊，震撼我心哦！光来到这个地方一看呢，就让人日夜期待的会到西藏的人一定会来到布达拉宫。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样的，西藏很深的文化历史，伟大的自然风光这走来呢不是8天而已走上15天都不嫌累啊。所以今天来到西藏，天数越多，当然的费用也越不便宜尤其是来到这个著名的地方布达拉宫在布达拉宫上来总是呈现兴奋，又有一点紧张的来到这边呢，一定也就会进去了伟大的大唐，著名的大唐不是伟大，著名的大唐的文成公主也住过这儿当初筑布达拉宫的时候呢，是羊儿背着泥土爬到这么山上去的，才有办法用了这么大块的大理石跟这些泥土呢，把它堆叠而成这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伟大的布达拉宫想到这个就不简单，光进这个布达拉宫叫了千几块的台票所以呢，世界文化遗产心目中一定爱来这个所在，伟大的宫堡式的建筑。吐鲁番王朝啦，赞普松赞干布为了迎娶此尊公主尼泊尔跟文成公主而兴建起来的一个地方。现在我们从远远的地方来看着它94年，布达拉宫就被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红、白、黄这3个颜色可以看得到啦现在呢，我们从山上走了下来我们在8、9月份来的吧基本上来讲，西藏是1年4季基本上都可以来了但是呢，据说
从西藏，他们据说当然不能100%说它是准的啊，但是呢，统筹下来呢，8、9月份呢，好像比较这个海拔的感觉呢比较稳定一点点啊。据说了，其实都可以来了啊。那当然，我们就挑的比较据说的这个时间点呢，进来了这边一趟啊，来从白天看到夜晚，从蓝天白云看到满天星斗，我们看看西藏布达拉宫。现在所看到的是西藏的夜晚景色。晚上西藏拉萨的广场，布达拉宫的广场呢，有没有感受到另外一股不一样的风气跟气息啊？这就是拉萨我前面所讲的比较充满商业气息的一个部分。到了晚上你就还是可以感受得到它在西藏是属于比较城市化的一个地方。大昭寺在所有藏传佛教的派系当中呢，最享有超然神圣的地位。有些藏民甚至把它视为宇宙的中心点。哇，你看这个来到这边应该也有专门在卖这个每一个人他们的朝拜方式呢，一定都是这样子顺着滑过去固定的这个拍照的这个应该说祭拜的仪式啦。大昭寺占地的面积呢不盖多，在整个拉萨市可以说是绕着它而发展出来的。寺院的藏语呢名称就叫祖康，它的意思呢就是佛尊的房子它建在公元的第7世纪。最著名的就是藏王松赞干布所创始所建出来的那松赞干布呢，总共有5个妻子，因每一个某都为伊起一个寺院这5个寺院呢，分别为拉萨市中心的大昭寺是尼泊尔公主所建的，小昭寺是汉王朝文成公主所建的，药王山的石窟窿寺是拉氏后山的帕崩克寺及拉萨的是郊的另外一个寺院呢，都是那大昭寺原本呢为胡哲松赞干布呢曾经交一指环呢，给因某，因为某就是当时的尼泊尔的公主尺尊公使，当时他把戒指交给了尺尊公使呢，请他把指环手指的那个戒指放在呢要去死的所在要见死的所在，像咱这个东西尼泊尔公主呢，把这个指环呢放入湖当中现今大昭寺的所在那松赞干布呢，当时就只能讲说，我叫你放在那个建寺的地方，你怎么把它丢在湖中呢？本着君无戏言的喜欢，就叫人家呢把当时的这个湖呢填平了，在平地上呢建造出了大昭寺来到拉萨朝圣的藏民呢，一般都会依照着这10几世纪以来的传统，一般下来的了解，因的行李坑而来，直奔大昭寺来礼佛。即便寺院没有开放
开放时间呢只有每一天几个小时而已。他们也会在这个大昭寺外面的绕行，及大昭寺呢行这个礼拜啊。当然这个寺庙边看哦，每一天透早时啊4点外到暗时3点半暝，拢会使看到哦。这些僧侣呢洗礼诵经做礼拜。大昭寺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拉萨最繁忙的地区。在寺庙的门前呢，礼拜诵经的感觉呢，就像在香港的中环闹街中心一样的进行。这样人本来几乎就是全民信佛，所以没有人会像这么早或这么晚在外面呢一直行这个礼佛的人呢，投以这个奇妙的眼光哦。大昭寺前方有几个具历史性的石碑哈，我们现在在大昭寺的前面啊，包括公元800多年汉场2帝的和平协议碑。事前并有文成公主当时所种下来的柳树哦，当然可惜现今的柳树已经干枯了哈。寺内有很多的宫殿，大部分呢西藏寺院呢只有少量的照明跟输油灯的微量照明啊，所以他们这个西藏大讲者所在，你也在发觉到啥物哈？因为壁是白色的啊。这个白色呢是有办法去照明的哈，在寺院里面的其中一个寺殿旁边供奉着一尊最神圣的释迦牟尼佛。这尊佛呢是2000几年前呢，依照12岁东邪西多太子的他的模样呢所塑造出来的哈。后人才把这个工匠呢，才把这个太子像呢改为佛尊哦。后来由一位印度的国王赠予给汉朝当时的唐太宗。在文成公主嫁入西藏的时候呢，她又变成了她的嫁妆的一部分。这个佛像呢，本来供奉于小昭寺，后来被移到了大昭寺当中。而小昭寺呢，则供奉着原来大昭寺的另外一组神像，叫做呢悉达多太子8岁时的雕塑身像。哇哦，文成公主当时嫁来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大佛后方的那个佛像呢。最早建寺时呢，就放在这个里面的那一尊小的佛像呢，在文成公主带来大佛以后呢，就被移入到另外一个殿当中了哦。据说当时他移走佛像的时候呢，佛像亏垂来恭维哦，发愿呢要留守殿中守护被新移入的圣像呢，因为他的灵异事件呢，所以东西我们被刷在佛像呢，都能感到老的来攻入新移入的圣像后面啊。哇，这个故事。你觉得呢？在拉萨的大昭寺这个地方呢，关于这里面这一尊神像的历史遗迹呢，说也说不完呢。听说恶业极重的人呢，也跨越了这尊佛像哦，哇，有恶业重成这个样子啊！佛像踩在你头前，你都看不哦。听说呢，忏悔完以后，愿意认错之后呢，你才可以看得到。毛兰宫的拉萨地区的龙族灵啊，会在每一个月的月中呢，朝礼圣像啊，并且在口中呢吐出酥油。每年的15号，佛前的油灯当中会有一颗一颗浑圆的未融化的酥油的油粒呢，呈现金黄色的。这个很多在拉萨的很多的老僧人呢都有看过哦。这尊佛像呢，听说身上呢是佛像哦，身上会有舍利子哦。所以这尊佛像的普通时候你根本就看不到。你看哦，咱今晚大昭寺外口安那行呢，普通时阵呢都不轻易示人哦。这不简单的，不简单的。离开大昭寺啊，我们继续呢行往下一个景点呢。
人家说哦，西藏因为离天空很近，西藏呢也是最受阳光所眷顾的一个地方。拉萨圭尼烫地的日照时间呢长达了3000个小时哦，日照时间长达3000个小时。3000个小时呢，指的是几天呢？很奇怪，人呢，不用几天来说呢，用3000个小时哈，因为有时候会下雨了哈，总共长达了125天哈。所以呢，西藏人的笑容会让所有的摄影师来到这个地方呢，留下最美丽的相片哦。因为呢，摄影师呢很喜欢西藏人的笑啊。他们说呢，西藏藏族居民的笑呢，也是用吉玛来个形容哦。布达拉宫没有去过西藏的人呢，早已在无数影像当中呢见识过了西藏，也说得很有道理哈。其实咱家在人还没来过西藏，但是呢，我们已经在很多的地方呢见过了西藏，对吧？啊。不管是大大小小的影片，不管是各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一幕一幕的景象画作这个就是我们最早为拉萨留下来的印象所以我说，我有一个地方还没有来过，却可以看得到却可以有印象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了。一路上，我们将看到了另外一个藏族高原特别的景象在藏族的地方呢，你了解了多少？在这一个原始的地方呢，有多少的符号，你懂吗？在未经开发的经幡当中呢，什么叫做经幡西藏的经幡又是什么呢？它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在藏区的特殊标志呢，包含了它的五色旗、它的金木水火土藏族的特区里面当中呢，你了解了多少？经幡还有也叫做风马旗，象征着天地人畜的祥和。这些游牧民族呢，在刚搭建好的帐篷上面呢，拴上了风马旗，为了求得呢，因为藏胞们的逐水草而迁徙的习性朝圣者跋山从这个荒漠呢，扛着这个非常醒目的风马旗，为了祈求呢，就是旅途的平安江边的湖畔呢，到处都可以看得到风马旗显示着对水神的敬畏生活在丛林当中的人们呢，也看得到风马旗他们对于山神的供奉这些风马旗呢，其实呢就是一系列有颜色的旗子看起来就像五色旗一样，到处充满了这个地方。像这个玛尼堆，到处都看得到一样前面有介绍过的，还有看得到呢，它的6字真言妈咪巴比哄也是藏传佛教最尊敬的一句咒语密宗认为呢，这一句话其实是秘密莲花部的根本真言以及莲花部观世音的真实言教，故称6字真言。在西藏，6字真言到处都可见风马旗。也就是我们说的那种五色旗，看得到五色旗到处可见。在西藏，我们从前面也看到了，在唐卡上面常常会写上的6字真言这个6字真言，这个唐卡呢，也是西藏的国宝啦也是恭喜国宝那有一种不可考的说法呢，就是呢，他们西藏的6字真言呢，刻在石头顶管，这石头呢都有超自然的灵性，所以你到西藏，你那一路上坐车的时候，你会使甲看山的边路口湖边拢会使看到一座石头的石块、石板堆成的玛尼堆这些石块跟石板当中呢，每一块几乎都刻有6字真言、慧眼、神像的造像、各种吉祥的图案。这也是藏族民间艺术家的最大杰作。所以虔诚的信徒认为呢，只要持之以恒的把日夜默念的6字真言呢刻在石头上面，在石头就会出现了这种超自然的灵性西藏的符号，还有前面我们所看到的转经筒，转经筒呢，我们又称为玛尼这个来到西藏有几个地方，其实就上面有看到我们常常都知道的，大概他妈冷的转经筒那佛教藏传佛教的认为呢，6字真言越多你念了越多6字真言后妈咪巴比哄这6个字念了越多呢，越可以得到对佛的虔诚，
可以得到呢脱轮回之苦。所以呢，受惠人呢，得到嘴当中念以外呢，可以借着这么玛尼经筒，把6字的大明咒呢经卷呢装在这个经筒内，用手摇哦。藏族人民把经文放在转经筒里，每转动一次呢，相当于念经文一次啊。这个有一点怎么好像自动化的感觉，有没有啊？那你呢手转一次呢，就好像念经文一次，反复着念着呢，成千百倍、千倍的大明咒，你就可以知道了啊。我们前往了西藏最高的一个地方，纳木错是西藏3大圣湖其中一个，位于拉萨跟当雄之间，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咸水湖，也是中国大陆第2大的咸水湖，海拔呢4700多米啊，4718啦啊。前去纳木错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啊，从拉萨前呢会一路从海拔3650米。直线上升到5000多米的那根山口，日夜温差非常的大，前一晚最好做好防护准备，如不洗澡不洗头，吃预防高原，可以的话哈，高原反应在这边呢就会来的比较明显的哈。那我们现在呢一路前往这一个在拉萨啊，可以说是非常特别的地方哦。那看看哦。我们能在天湖纳木错看到什么？当然，在这路上你也会看得到藏獒。这个曾经呢身家200-300万台币的藏獒呢，曾几何时在几年前呢被这个中国的炒作到一个顶点哦，藏包这些牧民的凉拌。
没有看到马尼堆这石头啊，我头前你介绍那落雨马尼堆有没有较高岗的顶管的写经文妈咪巴比哄这就是马尼堆我们前面有特别一直介绍，在整个西藏当中呢，整个沿路上你都可以看得到这一些石头就是马尼堆啦哇上来之后呢，奇怪前面那个湖没有下雨我们在山上这边下雨了。到湖边，你看，这就是西藏的天气啦真特殊啦顶管的落雨，下骹就无一定落雨，但是风景真水非常的水游牧民族最佳的良伴藏獒也是藏族代嫁姑娘的守护神你看当时被炒作了多高的那个藏獒现在呢，听说藏獒到处野放没人要骑哇，这个藏獒呢放到野生的环境里面呢，那藏獒没有天敌整个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另外一个浩劫藏族人家会为代嫁的姑娘设置一处独立而特别的帐篷，藏族的年轻男子呢都可以骑着 auto bike 拜访，只要夜访姑娘的帐篷呢，首先就要通过帐篷外头那一只雄壮威武的獒犬哇天哪这简直跟这个生命在开玩笑了所以你看呢，獒犬呢就是藏族同胞们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守护神可以这么说。纳木错的湖水来自于大名鼎鼎的青塘古拉山，山顶最高海拔7117米，终年呢白雪云雾飘渺神秘莫测那上去还有一个纳木错湖，因为唐古拉山的倒影呢更显得美丽，更显得动人。在天色这景色好的时候呢，海天成一色，再加上旁边的白色牦牛，我天哪，也是西藏的圣兽啦西藏的圣兽不是獒犬那个白色牦牛牦牛一生为人类呢鞠躬尽瘁，全身上下从皮到骨到血都可以为人类所利用这个就是很特别的。我们现在还是一路在拉着，一路呢海拔在攀升，一路呢在前往呢我们将要抵达的一个地方，叫做天湖。它是世界之最，纳木错，美丽的圣湖，我们也把它称为叫做圣湖。哇，你看沿路旁边这些游牧民族，这一些蓝得不得了的天空，纳木错在藏语的意思就称为天湖。湖面海拔4718米从湖的东岸到西岸全长有70多公里，从南边到北边呢有30多公里，总面积呢有1920平方公里。它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湖，也是西藏的3大圣湖其中一个。我们现在一路攀升，为的就是来到了纳木错自然保护区，进来这里面看到了这个天湖这个天湖呢，据说呢，在这条路啦，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天涯公在2002年以前呢，前往纳木错的湖呢非常难走，翻山越岭的路呢又窄又危险常有车辆陷进去无法动弹
所以呢，当时西藏政府呢就建了一个很宽敞的公路呢，从当雄镇纳木错的西岛哈。那现在的路呢，都是事后才建起来的。纳木错的另外一个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有大面积的纳木错草原，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啊。尤其是在这种草原很可怕哈。如果你没有公路哈，没车底下哈，你一个人走在大草原上面，我跟你讲，东南西北，你根本搞不清楚哪边是哪边哈。纳木错湖水来自于青唐古拉山融化的冰雪、雪山、圣湖、草原这3种元素呢融合在一起呢，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人间仙境一样啊。来到这边呢，就会有感觉了，就会有感触了啊。高原反应呢，在这个地方也会有特别明显的感觉。而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看得到很多的帐篷啊，这些帐篷呢，有就是在这边的观光客。有个好处，而且呢，在这边的藏民、藏胞们呢，都可以看得到，他们就居住在这种帐篷里面，然后呢，也在这种帐篷里面的生活。我们的洗手间也就在这种地方哈，很特别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特别哈。美丽的圣湖，纳木错湖又叫做是天湖，这也是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大重点哦。而且在冬天的时候呢，它这里还会冰封起来的天湖啊，在这边看的云的高度，看的蓝色天空的宽广度，好像整个心灵啊是被洗涤过一样哦，享受离开尘世之间的另外一种感觉，也被称为离天堂最近的一个地方。其实整个西藏都被称为离天堂最近的所以离天堂最近呢就别害怕天堂一辈子呢。每一个人都要去的地方不能说地狱天堂只要你是好人一辈子你都必须去的地方叫天堂。而听说离天堂最近的地方，也就在西藏的天湖纳木错湖。藏语的意思呢，就是天湖。听它的名字，都能够感受到藏湖、西藏天湖的美丽。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看到这些白色的牦牛就有刚刚说的也是西藏的圣兽啦圣兽那我们现在就在纳木错湖听的名字，有人说它是上天遗落在人间的圣湖，在圣湖的旁边呢，拥有了这个他们的心灵圣兽牦牛。哇，你看这牦牛好像假的一样，有没有就停留在旁边呢，供人拍照这里的纯净，这里很多人说是情人的眼泪。这哪是湖啊？看起来跟海一样尤其是长得很像海鸥的鸟，也不是海鸥不太一样哇，有没有？虽然今天没有很蓝的蓝天，但是光这样子的景色呢，就让你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就让你觉得呢，它的美好像非得来不可西藏的天湖，西藏的圣水，哇哟，真的哇，讲不出来讲不出来西藏有太多言语当中很难形容的地方而真正要来这个地方呢，
其实也是非常不简单的哦。我想听的呢，还有西藏的团费其实都很贵的哦，再加上很多的这个体力因素啦哈，所以带来的就不一样。你看这画面多么震撼，多么让人心旷神怡啊！西藏，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是这样啊，有没有看到？就我前面讲的风马牛，有没有看到哦？这一个就是西藏的符号啦哦，西藏的特殊的符号哦，风马旗啦，不是风马牛哦。藏族同胞独特的祈福服饰仪式也就在风马旗相传呢，在古象雄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习俗，现在的藏胞多多少少对于这种方式呢有独特的祈福仪式，转神山、拜神虎、撒风马旗、悬挂五彩金幡刚刚看到的也就是金幡，刻石头经文，放置玛尼堆，这一些都是六字真言呢。你了解了多少？你看了那么多的西藏的影片，你对西藏是否了解的有这么多？在大地与苍穹之间飘摇寻觅，构成的这种感觉，你对西藏，你呢？你觉得呢？你觉得有多少不一样的感觉？你觉得呢？在藏族，在他们认为雪域藏地的崇山峻岭当中呢，他们对于神明呢，其实是天上的神跟地上的年神呢。藏族同胞们今年长年累月的骑着风马在雪山、森林、草原巡视风马又称为尼玛旗祈祷的经幡等等所以呢上面写有六字真言一般认为风马源于一种原始祭祀的文物，主要对于动物的灵魂祭拜而来。最初的风马是直接将羊毛挂在树枝草丛，如今在大大小小的玛尼堆上面可以看得到牛羊头颅的名家，因为藏族的原始宗教认为呢，山神是一个地方的保护神，伊无时无刻拢伫保护这个区域的安全所以呢，条条骑马来巡视，所以呢，又把它称为叫做风马。在深层的意义上面呢，指的呢就是气数跟运道，也指的就是五行，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五色旗。金幡也叫做风马，这个就叫做五行灵气聚集的地方，刻印着敬畏神灵、祈求福印的风马，让风吹动这些金幡。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五色旗这些金幡呢，有利于向上苍神灵传达跟实现报答的山神上苍的神灵每到忌日呢，就会有这些风马旗也就是这些五彩金幡、五色金五彩旗这一些呢，在金幡下面呢，它在这个风吹的时候就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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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轰的声音所以呢就会产生了不可或缺的一种仪式，跟转经筒是很像的那个转经文一直转，转经文里面呢也写着这个经文内容一直转的时候呢，就好像你念了一遍，这样了解吗？风马旗的祭祀活动在整个西藏都可以看得到，只要有藏民的地方就看得到。而风马旗也就是五色金旗，也就代表了五行：金木水火土。现在我们来到了斋心庙啦，杂技室杂技室在许多的寺庙当中，在拉萨并不是很起眼但是呢，当他把它放上斋神那个哇，
他这个地方呢，无论是藏民口中内地的做生意人啊，中国大陆内地啊，名气都是非常大的。扎基寺也是西藏唯一一座斋心庙，斋心庙这个地方呢非常小，非常不起眼，但是这个西边呢香火异常鼎盛，所以代表了什么？全世界的人好像都需要财神的眷顾哦，像我们也是啦哈，都需要财神来眷顾我们哦。我的个人认为是怎么样呢？有财神来眷顾我们，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让我们可以做得更棒。佛教最高领袖之一，我们的十世班禅大师，他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为什么说他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因为他有结婚，而且的话有自己的女儿，有自己的女儿。我们说的话呢，那么我们立位的达赖喇嘛，他所使用到的这个灵塔藏老百姓是怎样的？打土豪分田地，而这远在拉萨的这个达赖喇嘛，他在这个时候呢，就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了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害怕呢中央政府对他也实行了这一方式。那么如果说对他实行这一方式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地位，他的这个权利就会受到威胁。达赖喇嘛的转世里头，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在世世班禅大师的一个组织之下，那么我们寻找到后呢，才建立起了统一的甘丹颇藏政权。建立起了统一的甘丹颇藏政权。所以的话呢，从这个时候开始，那么他们互为师徒的关系呢就敲定了。而经过这样的一个事件以后，那么历辈我们比如说达赖喇嘛圆寂了，我们要去找他的转世里头，那么就需要得到谁的认可？要得到班禅大师的认可。而如果说我们班禅大师圆寂了，那么就需要得到达赖是得到中央政府的一个首可，而也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作为了一个管理前藏，一个管理后藏，又是一个对政府而言是一个什么关系？相互牵制的一个关系，对不对？那么不会整个西藏交给一个人去管理，那么就会出现呢一人独大的这种情况。所以呢，一个管理前藏，一个管理后藏。但是在我们清末民初的时候，他们之间出现了隔阂。为什么说出现了隔阂呢？在当时13世达赖喇嘛图的嘉措，他想要怎么样？把在班禅大师手上的权力、土地和军队全部怎么样收到自己的一个名下，那么自